你好，歡迎打開 Today at Spike。今天我們聊的話題是刮鬍子啊，今天不太會跑題了，因為上次我們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一些刮鬍子的相關技巧，那個主要呢是針對電動剃鬚刀和手動剃鬚刀的選擇。那總結一下上一期聊刮鬍子的觀點，如果你沒看過的話，可以回去看一下啊，我覺得那個對於電動剃鬚刀的選擇還是有蠻大的幫助的。總結一下呢，主要就是要判斷一下自己是不是敏感型的。那麼我们說这個敏感型，并跟这個女生的說的這個敏感型肌膚，對吧？可能有點差別。一般來講，男生的肌膚呢，你只是放上一個鋼的這個刀片在上頭，臉上不太會說放一下就會發生紅癢這種情況。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那真的是超級過敏型皮膚，那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啊，問醫生比較好啊。但是一般男生在刮鬍子的時候判斷你是不是敏感型，就是你去買一些剃鬚產品的時候，你要不要買這種敏感型的這個剃鬚產品，就是 sensitive 的那種。主要是3個指標，就是看你的鬍子是否濃、是否密、是否硬。如果你滿足這3條，哪怕你的皮膚是直接泡酒精裡都不會過敏的，那你這個也得買敏感型的啊。所以這個是上期我們沒聊到的，就是長鬍子、臉上長鬍子這個區域。我個人的理解他說的敏感跟不敏感，除了皮膚是否敏感，但這個也算在裡面啊。男生也分敏感的一點的皮膚跟稍微遲鈍一點的皮膚，我就是遲鈍不敏感型的皮膚，但是呢，我的鬍鬚是又濃又密又硬的。那像這種呢，我選擇剃鬚產品的時候，就是要選擇專門敏感型的。這個道理也很簡單，因為我的皮膚完全 OK， 沒問題，甚至更耐操一點。但是呢，由於我的鬍鬚密和硬，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密就代表着皮膚上的這個毛孔，它的間距很短，那每一個皮膚呢就扎根不是那麼的穩，其實對吧？因為間距太短了嘛，你種植的時候種得太密了嘛，它這個土壤呢就沒有那麼多的穩固的成分。去保護這個不是種植學原理，這個是物理學原理，對吧？你根基要想做的非常的結實，那你肯定要這個土要多一點，或者你那這個混凝土要多一點，然後你才能把那個鋼筋給它固住。但是如果說你打孔打得太密的話，那就相當於這個板子就脆嘛。那你想想看，同樣的一塊鋼板，厚度一樣，重量一樣，完全一模一樣，2塊鋼板，你一個是一個孔都不打的，或者只打一個孔，另外一個是密密麻麻打成馬蜂窩，那你覺得哪一個它更這個耐操一點？那肯定是沒孔的那個。像我們這種鬍鬚長得密的，就是你這塊鋼板呢已經被打成馬蜂窩了。那在這種情況下，你要命的是鬍鬚又硬。硬呢，就是鬍鬚肯定比皮膚和毛孔要硬。那這個時候，當你剃鬍子的時候呢，這個鬍鬚隨着它被割斷和拉扯，它就會非常輕易的把毛孔就拉扯壞了。這個大家能理解吧？如果說你密，但是鬍鬚不硬，很軟，鬍鬚自己斷了，但是也沒有太大的力量傳導給皮膚裡面的毛孔，那這樣的話呢，你也不算敏感。但是又硬又密，那麼這就最要命的事兒。那我就是這種情況。所以上一期我們聊刮鬍子的視頻呢，就是主要跟大家聊的是，如果是我這種情況，你就在大概30到35歲以後你基本上就告別了手動剃鬚了。主要呢就是用這種往復式的電動剃鬚刀，這樣是最好的，能夠保證你不會刮流血的，也非常的安全。但是之後我用了一段時間，我又做了一些剃鬚方面的研究，我發現手動的剃鬚刀呢，其實並不是說不能用，而是對於我們這種超敏感型的，你要掌握一些方法，一旦方法掌握对了以後，其實你可以終身使用手動剃鬚刀也沒問題，不是說不能用啊。這個其實得到這個消息讓我有一種獲得了救贖的感覺，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我個人還是非常偏向用手動剃鬚刀，而不太喜歡用電動剃鬚刀。你要問我原因，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原因，就是这種感覺。那你如果想讓我把這種感覺再細化一點的話，可能我就是那種特別偏愛操控感的人吧，我希望更多的
這個命運能掌握在自己手裡这種感觉。所以電動呢，其實它不可控性更強，它並非是指哪兒打哪兒，它很多時候就是你電動的過一遍以後，你拿掉这过完一遍，發現頂上還有，至於它為什麼還留那2根，你也不知道。然後你再過一下，哎，少了2根，但是還有1根，最後那1根是怎麼刮掉的？你就是它沒有可控性，不是那麼多，但是確實方便。所以我現在使用的就是電動跟手動並用的方式。更多的是能偏向手動就偏向手動。那可能看過上期節目的觀眾會說，哎，你剛剛說過不知道用手動啊，用電動更好，但為什麼今天用了手動？哎，所以這就是今天節目應運而生了。今天我主要就是跟大家去分享敏感型的剃鬚者，你怎麼樣正確的使用手動剃鬚刀。那我們首先一提到手動剃鬚刀呢，可能你想到的就是這種啊，我這個不是知名品牌，我這個是 Harris 啊，就是可能美國加拿大見的比較多吧。我自己在中國的時候，說實話沒見過這個品牌，國內大部分是這個迪士和這個吉利啊2個品牌的，也是美國大牌子，還是德國忘了啊。像這種手動的剃鬚刀呢，其實像我這種敏感型的皮膚啊，就是不建議你用。這也是先呼應一下我上期節目的這個結論啊，就是這樣的手動剃鬚刀，哎，怎麼才能對？這樣的啊，特別是多層刀片的，其實非常不建議大家去使用。原因很簡單，原因就是因為它的刀片太多了，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原來呢買這種手動剃鬚刀也是被商業的廣告宣傳所吸引，最一開始呢是吉列的風速3啊，就一個刀頭上面3個刀片，想一想挺符合邏輯的，對吧？原來刮一下，現在它一個刀片上一個刀頭上3個刀片吧，你這麼來一下就相當於刮了3下嘛，所以刮得更乾淨。但是它同時呢也帶來了一個副作用，就是你的皮膚會刮一次就受到3倍的傷害啊，這個是之前忽略掉的。所以如果你是敏感型皮膚的話，千萬不要買什麼3刀片到頭了啊，千萬不要再往上升了，什麼4個刀片5個刀片，這種就個人非常的不建議，因為我很多次用這個東西刮就已經是刮流血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種很簡單的餐巾紙的方法去驗證一下你刮完之後是不是流血，就是不管你用什麼剃鬚方式哈，你刮完了之後，在你塗這個鬚後水之前呢，你剛剛刮完，盡快的就拿一張這種我們常用的叫餐巾紙，然後你把它放在鋪平了，放在這個手上，就往臉上稍微用點力，這樣擠壓一下，然後拿下來看，只要這個餐巾紙上有紅點兒，對吧？兩邊都貼一下，只要有紅點兒，就說明你流血了，就是這個毛囊受到了傷害。那這種情況下，你如果仔細體會，你會感覺到隱隱的這種刺痛感在這個上面，但是可能不會時間太久吧，大概20分鐘半個小時也就感覺不到了，因為有的畢竟是小傷痕嘛。當然如果你不當心剃到肉了，或者說臉上有時候長點火疖子什麼，你把它給剃破了，那是另當別論了啊。正常情況下，任何的剃鬚都不應該流血的啊，流血肯定不對。那麼電動剃鬚刀跟這種手動剃鬚刀相比，那麼這種呢是流血的概率會非常大的，因為它不可控，因為它的刀片太多。那如果我是敏感型的，我還想用這個手動剃鬚的方式，我應該怎麼辦呢？哎，今天我已經嘗試過了才跟大家分享的啊。這種最傳統的單刀頭單刀片的手動式剃鬚刀，反而是更適合像我這種敏感肌膚的。它這種剃鬚刀呢，還有一個名字叫安全刀片。安全刀片，為什麼叫安全刀片呢？理由很簡單，因為它是這一個刀片呢被這個蓋子給蓋住了啊。這個就是我上期節目有提到過的那個飛鷹刀片。飛鷹刀片在中國，飛鷹刀片做的會比較大一點，對吧？就是老大爺們，我經常看到他們剃鬚用的那種刀片。然後我今天做節目之前，我就想，如果你是年輕人啊，比如說90後、00後啊，甚至10後，現在在看節目嗎？我不知道。就比較年輕的話，你們可能沒有經歷過公共澡堂這回事兒，對不對？我剛剛想到，不像我小時候，我是81年生人，在我上小學3年級之前，一般洗澡還是要到公共澡堂去洗澡的。啊，那澡堂裡面有這個大池子啊，就是好像只有男澡堂有，女澡堂沒有，據說。然後這個我去過那個澡堂呢，是有4個大池子，然後每一個池子它水溫不一樣，
其中最裡頭的一個池子呢，就是專門給老頭泡的啊，那個水溫特別燙。當時我作為一個小學生，我都不敢下那個池子，然後我就經常看到有老頭在那個池子裡面一邊泡着一邊刮鬍子，用的就是這種剃鬚刀。那我一度認為這種剃鬚刀非常的危險，容易，特別是年紀大了之後，皮膚有褶皱，很容易刮流血，这也是事實啊。那現在我推薦這個的原因，就是因為你要是不會用，隨便去刮，你肯定大概率上刮流血。我已經流過了2、3次了啊。但是我一旦掌握了它的使用技巧之後，你是可以既有掌控感，又有剃鬚时候的舒適感，然後又可以讓自己不流血的。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这个剃鬚刀，它的結構非常簡單，也非常的便宜啊。它呢就是一個刀頭和一個刀架，那麼這個刀架呢就是一個螺絲，它是可以直接這樣擰下來的啊。我就不用第二視角了，太麻煩了，就這太簡單了嘛，大家就看，這擰下來之後呢，把這個刀柄放到旁邊，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刀頭呢，我盡量放在這個位置，對吧？刀頭是由上下2片組成的。哎，我把它這樣咱們能看到嗎？能看到嗎？就是中間的這個是刀片，中間的這一塊就是刀片，常見的飛鷹刀片，所謂的就是長這樣的啊。這下面呢是這是上面的那個是蓋板，上面那個弧形的蓋板，大家注意看啊，這個上面這個是弧形的，看到嗎？是弧形的這個，然後下面呢一個底座。底座為什麼會給挖空？看到為什麼底座會挖空？因為它是為了讓你，把被刮掉的鬍鬚以及剃鬚啫喱呢，能夠盡快的導出去。那我們安裝也非常簡單，你只要把這個刀片啊，因為它這個刀片上蓋板上面是有3個觸點的，看到嗎？那我把這個刀片呢，只要放到這個觸點上。放好，注意別拉到手，捏2邊啊，捏2邊，不要去捏刀頭的那個位置。然後呢，把這個底板把它蓋上去啊，蓋上去以後呢，把這個手柄再擰上去，它就壓緊了。這個隨着你擰這個手柄啊，這個刀被壓緊的過程當中，我希望給大家看一下，你會看到它這個刀片呢就被稍微的壓彎了一點，這個刀片通過壓之後，它會有一個弧度，大家看，我的臉擋住，對吧？它會有還是模糊，算了，它會有一個弧度。那既然它有一個弧度呢，就代表着我可以把這個刀片給放到一個固定的角度，可以給你剃鬚啊。這個是給年輕人看的啊，如果你跟我同歲的話，這玩意兒應該不用我講太多。那為什麼說用這個可以適合這個像我這種敏感的剃鬚者？原因是因為首先它只有1層刀片，那麼只有1層刀片的好處就是我刮一遍就是過1遍，而不像原來的那個我刮一遍其實它過了5遍，降低了這個刀片跟皮膚反覆摩擦跟接觸的次數。那理論上來講，我用這個刀刮1遍對皮膚造成的傷害，換成這個我可以刮5遍。對吧？這個好理解吧？第二個呢，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種單層的刀片，它導出你的刮鬍啫喱跟鬍子的效率特別的高。大家剛才看到下面它有很大的開槽，對不對？而像這種5刀頭的剃鬚刀、3刀頭的剃鬚刀，它刀片跟刀片之間挨得特別的緊，所以如果你有剃鬚啫喱的話，還有包括你鬍鬚比較硬、比較長的話，你這一刀下去啊，它的那個剃鬚啫喱和鬍鬚就非常難被快速的排乾淨，所以就會造成你每刮一下都要用水把它徹底沖乾淨，而且沖的時候還挺不好沖的，有的時候。所以這個是第二個原因，為什麼我敏感肌膚更推薦這種剃鬚刀。那第3個原因呢，就是需要你的一點點的練習了，因為這種純手動的安全刀片呢，它可以通過一個多次的練習形成肌肉記憶之後，真正的達到最佳的剃鬚角度啊，既能夠把鬍鬚刮掉，又不會對皮膚造成傷害。這個就是我們用這種單刀頭的這種叫安全剃鬚刀片最有意思的地方。
一旦你練成功了之後，其實這個剃鬚的過程是非常享受的，你甚至可以進入這個心流體驗當中。那為什麼人們會發明這種刀片？其實原因很簡單，在早年是沒有這種刀片的。那後來發明這種刀片，就是因為這個刀片需要大量的練習跟經驗，很多手殘黨是怎麼練也練不會的啊。那他只能選電動。當然，如果早年沒有電動的話，他可能只能忍受流血了，因為他怎麼也練不会。這東西很少有剃鬚教練存在嘛，所以這個我們的節目，你看就是彌補這種生活中的空白，對吧？那這個刀片被發明出來，主要就是為了彌補你不會用它。那我們說，你去練習使用這種固定刀片、安全刀片，你要練的本質上，你要練的東西是找到這個刀片跟你的皮膚的一個黃金的角度，也就是30度銳角。你的刀片跟你的皮膚始終要形成30度角，但問題是，你長鬍子的臉，它不是一個平面，甚至都不是平面，它是一個不規則的曲面。臉有胖有瘦，然後你這個地方，這叫啥我不知道，還有這個地方，对吧？它有拐彎的呀。所以你用這種東西，你就必須他拐你也拐，這個難度就非常大，而且每個人臉不一樣。我會給自己剃，不代表我會給你剃，對吧？這就是它的高成本。但是我發明出了這种刀片，它的好處在哪裡？大家看哈。你看到吗？来，你看到吧？看到吧？它最大的发明就是增加了一個這樣帶彈性的東西，而且它可以通過調整這個彈性的力度來去控制你壓在臉上的力度，而不像這個是完全鐵的，全固定的，沒有任何餘地可以讓你再去彈一下。所以這個東西你貼臉貼得近，它刮的就硬，你刮的就硬，就是壓力就大，你鬆一點它就鬆一點。但這個不一樣，這個由於它有這個彈性，所以你第一次上手的新人，你自己哪怕力量不對，它也會因為這個彈簧幫你校正對了。那這樣的話呢，就是讓你的剃鬚體驗哪怕是第一次也不會特別的遭遇失敗啊。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別敏感的皮膚，一上來用這個，你的體驗會非常好的。但如果像我這樣用濃用密的，你一上來用這個的話，它就沒有辦法那麼的自定義化，它就是太大眾化了。而且一下子五個刀頭，對吧？那這種情況下，你只要隨便往上一貼，不管你的手的角度怎麼樣，它靠這個彈簧都可以幫你糾正對了，糾正一個大概其30度的這個樣子，然後一下等於5下就過去了，就完事兒了。所以這個是它當時被發明出來的一個原因啊，它是有這個市場的。但是呢，現在我看了一下，起碼加拿大的各大超市，像沃爾瑪呀什么這種地方，還有這個你們知道的什麼 Superstore 啊，還有這種大的商超，都只有這種3刀頭、5刀頭的替換裝，像這種普通的單刀片的就找不到有賣的。最後在加拿大，我還是到了 Shoppers， 就類似於像日本的藥妝店那種專門賣護膚品的這種一個小的店裡面，我才找到了有賣這個刀片的，但是價格也比较貴，跟亞馬遜相比，價格還是貴了很多。所以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這種東西它刀片會非常便宜，基本上像我在加拿大買也就換成人民幣1塊錢一個，但是我相信你在中國如果在淘寶買的話，可能會幾毛錢一個啊，那這個就扔了也不可惜嘛。你像我如果用這种刀片，就是3刀头的這個刀片的話，我刮2次就會變钝，我可能最多撐到刮3次我就要換這個刀頭，而大家知道這種刀頭是非常貴的，對吧？這也是一個變相的優勢吧。所以現在呢，我基本上不用這個東西呢，就可能是短途出差的時候帶一帶，把它去代替這個。代替這種吧，或者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就我以後不太会用，出差應該也不會帶它，因為這個好像也更方便一點嘛。但是它好在有一個保護殼，對吧？它把刀片給保護住了。但這種呢，就是啥也沒有啊，這個可能出門帶更好一點。所以我們怎麼樣去利用這種安全刀片更好的實現剃鬚呢？我用了幾天下來，大概有1個多禮拜啊，我平均2-3天刮一次。我目前的經驗，我已經可以做到用這個安全刀片刮，讓自己不流血了。那我總結的經驗是什麼？如何才能夠讓自己保證一個對的角度呢？第一個，在剃鬚之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先去觀察你的鬍鬚的走向。
就是你鬍鬚的生長方向，這就是魅力的開始。我刮鬍子幾十年了，我在真正去購買這款刀片之前，我從來都没有真正留意过我自己的鬍鬚的生长方向是什么。因为什么？没必要。電動的更沒必要了。那像這種呢，也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它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那觀察總是好的，即便你用電動的，你觀察一下也是有幫助的。但是在你的投入產出比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下，你就不太會去有這個動力去觀察。但是如果用這種刀片，你必須觀察，你不得不觀察，因為直接就是流血跟不流血。所以觀察你的鬍鬚生長方向是第一步。我觀察了自己的鬍鬚生長方向，我有一些驚人的發現可以跟大家分享，你們也可以觀察一下自己的。但是如果你是沒什麼濃密的鬍鬚，比較稀疏，對吧？又很軟，這期節目你就聽個樂就完了啊！知道你的同胞還有這些痛苦的事要去解決，恭喜你啊！那我呢，鬍鬚的生長方向，我這次觀察了之後，我發現我兩邊臉上的鬍鬚，之前我都理所應當的認為它應該是朝下長的。所以一般來講，敏感型的剃鬍子，大家都知道，你不能槍着茬剃，對吧？不能逆着生長方向，你要順着生長方向去剃，這樣才可以，才會更安全，不流血。那麼我原來一直以為我這兩邊的臉就是直接垂直地面往下，就這樣長的。但是其實我一觀察，仔細觀察之後發現不是，它是往斜後方生長的。哎，所以你們也可以，每個人不一樣，你們可以觀察一下。然後我這個下巴這個地方是往下，對吧？然後整個脖子的區域是一起往右邊，哎，大家一起往右邊走，它是這麼一個生長方向。然後到了這邊呢，它這個脖子這個地方呢，又一起往前邊走，一起匯總到我的右下頜骨的這個地方。然後我的這裡呢有一個旋兒，哎，你要了命了啊！這有個旋兒。所以這個你看。當你觀察好自己臉部的鬍鬚走向之後，你就首先能夠確保一件事情，用這個刀片手動刮的時候，你刮到你臉上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保證你是順着茬刮的，不是槍茬刮的，就是順着鬍鬚的走向去刮。所以當你現在，比如說我這個臉，你要刮鬍子的時候，你不是這樣刮，而是要往後一點，而不是直着往下刮。對吧？那刮到這個旋兒的地方，你可能要轉一下，這是高級手法。或者就是剛一開始我這個旋兒的地方我就不刮，改成用這個電動的再補兩下啊，就是可以。這是我目前使用的方法。這是第一個，觀察鬍鬚的發展方向，生長方向，就是為了讓你順着鬍鬚的生長方向去刮的。這個還比較簡單，但是最難的一個讓我掌握了2次才徹底搞明白的，就是它的角度。你在第一次用這個安全剃刀的時候，切記，它最害怕的就是讓你這個手柄跟你的臉平行，千萬不要這樣啊！千萬不要這樣，這樣是流血的必然。它一定是從這個手柄跟臉垂直開始的。為什麼？因為大家看到這個刀上面有一個安全蓋在壓在這個刀片上面，對吧？那我們在剃鬚之前是先要讓這個安全蓋直接貼着臉的，這個是一個怎麼刮都刮不掉任何東西的，無用功啊，白刮的一個狀態啊，但是絕不能這樣啊，絕對任何時候都沒有這種知識的啊，一定是要這樣的。然後在這種情況下，你刮不掉怎麼辦？找角度，慢慢的把這個手柄降下來，大概降到這個角度就可以了啊。這個手柄始終是抬高翹着尾巴的，跟你的臉有一個很直角的這種感覺，絕不能把手柄變成一個銳角跟臉。我指的下面這個部分啊，絕對不能變成一個銳角，就是慢慢。先把它放好了之後，稍微下一點點就可以了，我之前流血就是因為我想當然的跟用這種剃鬚刀一樣的，這種剃鬚刀就是直接這麼個角度去刮嘛。你看這害怕不害怕？是不是這樣？你們之前刮就手動是不是這個角度去刮？這就是你用這個如果也這麼刮就完蛋了，這就是固化思維，千萬不能這樣。用這種就是一定要這麼來。就一定要這麼來啊，要這樣子。那另外一個小技巧是，你有沒有看到它這個手柄制作的下面是加粗的，上面這塊細了一點，對吧？這樣的手柄讓我們沒有用過的人理所應當的認為你下面的這個還做了專門的這叫什麼粗糙的處理，好像是相機的那個防滑手柄一樣的。我理所應當手應該拿到這兒，其實我用了3次之後我才找到問題，不應該這樣。你真正兩個
最用力的手，拇指跟食指拿的地方，正好应該是它這個腰的這個地方，就是最細的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讓它這樣拿，其實是這樣拿的，其實是這樣的，而不是拿到這個後面，明白吧？所以如果你拿的足夠靠前的話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掌握这個刀的角度和方向，這樣再去刮。哎，這樣就非常好了。你剛一開始試的時候呢，你可以先把它這樣，就是垂直的，對吧？稍微往下一點，然後你就往下走，你走一下看看刮掉了沒有。如果沒有刮掉的話，恭喜你啊，起碼沒有危險。那麼下一次再來一次，就是角度再稍微往下一點點，只要刮掉了就停啊，就不要再往下了，一定要控制住。那麼練習個大概2-3次，如果你還行的話，對吧？這個可能跟練開車一樣，每個人需要多練幾次或者少練幾次嘛。但是你經過幾次練習之後，你就會發現，用這種安全剃刀剃鬚其實是能夠做到既安全又舒適的。當然，這個每個人也不一樣。但是如果你就是非常卷，對吧？非常的這個效率優先，把事情做好優先，而不在意過程的，那其實你還是不用看我這期節目，你就好好的選這種電動的往復式的剃鬚刀，這個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啊，就是價格也不貴嘛，因為你這輩子都要用的嘛。但是你要像我這樣比較矯情，對吧？就是結果是一方面，但是我更在意這個過程啊。就是那我目前來講，為什麼又做一期節目呢？就是推薦大家可以嘗試這種。純手動的單刀片的，叫安全剃鬚刀，你可以試試看。那用这种方法其實是可以讓你的剃鬚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的這種感覺啊。我指的是過程，不是結果啊，並不是說拿這個刮的一定多乾淨的，因為你要保護自己的這個皮膚嘛。節目的最後呢，還是要呼應一下我們最近這個屏幕下方自帶的頻道的廣告啊。本頻道呢，因為已經看清楚了這個世態炎涼，因為本頻道的這個節目的方式，但凡你能看到這兒的，你也知道它跟整個平台的推薦機制是完全逆着走的，所以理論上呢，這個平台不太會大張旗鼓的去推我這個頻道的節目，因為又臭又長嘛。但是我們的價值在於陪伴和深度交流啊，希望找到愛動腦子的啊，這種深度能夠跟我們深度的做思想跟情感交流的真正的好夥伴。所以我就想，像這種稀缺資源，其實只是通過我錄節目做直播這種比較偏單向的輸出是不夠的，所以呢，我們就給我們的會員頻道會員開通了這個1對1半個小時這樣的一個特別的服務。那我們可以非常有針對性的和你一起去聊一聊，或者和你一起去吐槽，或者和你一起去發現一些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角度，各個你覺得我們能聊的都可以，不一定是非得誰輸出誰輸入，對吧？只是我們本着陪伴以及深入聊天這樣的一個需求，創建了這個30分鐘的1對1。那如果作為你不太方便在 YouTube 直接付款的，直接人民幣付款也是可以啊。目前是15塊錢半個小時。如果在一個自然月之內，你需要第2次的話，就是乘以2；第3次的話乘以3。到下一個自然月的1號開始，再從15塊錢開始計。這個是非會員啊。如果是會員的話，目前賞口飯吃的會員是每個月1次30分鐘的1對1，大口吃肉的會員是每個月2次30分鐘的1對1。還希望有這方面需求的目標用戶可以把握住這次機會。目前會員1對1開通到現在，基本上不能說基本上就是全好評，沒把基本去掉啊，100%全好評。所以聊各種話題的都有啊。那當然我不能在這兒去跟大家透露1對1裡面聊了些什麼。但是呢，我覺得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求，歡迎你可以私信我。方式呢，我已經寫在我的視頻節目的說明下方，就是 today@spike@gmail.com 的這個電子郵件，發郵件也可以，或者它直接是一個 iMessage 的這個允許收發 iMessage。如果你是 Apple 的設備，通過 iMessage 聯繫我，這個也可能是最方便的一種方式。但注意，這種方式只負責溝通 one-to-one 的時間，以及跟 one-to-one 相關1對1相關的這些事宜啊，不是閒聊。如果是閒聊的話，請進我們的 Discord 群。
好，今天我們就先聊這麼多，感謝各位的觀看跟關注，我是 Spike，我們下期再見。